如果你讲要找到 below 1 mil， 然后要到大间，讲真的啦，路边的拿豆工你可以去选啊。Lucas 这一边呢，说今天的话呢，我们就来做一个返场开箱 on 这个 Residency Bintang 啦，在 Bukit Jalil 这一区的。OK，so 今天的话很荣幸啦，可以跟我的同事借到他愿意给我们去拍这一个项目啦。OK，so 等下的话呢，我们进去了就 directly 直接拍了啦。OK，let's go。OK，so 现在的话呢，我们就在他的 car park 啦。So car park 的话哦，其实都是蛮 OK 的啦，但是大家就忽略掉我啊，乱转啦。OK，so 现在我就给你们去看它的那个 EV charging， 还有这个是它的 Tower 1的 lobby， 然后 Tower B 2的 lobby， 然后这边就会有那个 EV charging 啊，这边就有那个 EV charging。OK，so 大致上是这样啦 ，for 它的 car park。然后这边的 car park 哦，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point 是因为它有 speed ramp，so 如果你住在比较高楼啦，你是不用转一圈每一圈转的，它是2圈跳一次，2层跳一次，so 其实是蛮快的啦。如果讲上下来都好。OK，so 现在的话哦，我们就到了它9楼的 facilities 啊，你可以看到哇，其实给的东西都是相当的不错。这边就有一个50米的 Olympic size 的游泳池，然后跟着我来啊。你们有想过哦，水上打篮球是什么感觉吗？这边就可以给到你去 try 看这样的一个感觉哦。可以看那边，哇，第一次so far 来讲，我真的是第一次在condo可以看到啦。然后过后下去那边都是jacuzzi那些了啦，然后还有 kids pool 啦。OK，so 现在的话呢，这一区呢，就是刚才我们从游泳池那边走过来了啦。然后这边的话呢，它会给到一个比较舒适的休闲空间啦，就好像我们做工啊，有时候每天做到很累啊，回到家，其实有时候家哦蛮关注的，会很我们讲 back 啊。但是你可以到这一区哦去走走看，因为这边的 greeneries 的话啦 ，I mean 它的 greeneries 都做到相当的不错的，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去看它的绿化都做到蛮好的。然后过后的话呢，这边呢就还有多一个 gym。一个 indoor 的 gym 啦，so 这边的话哦，它给的 gym 的 facilities 啊，其实哦算是在 condo 里面啊算蛮多的。像你看啊，这个我们讲 Smith 啊，就是那个我们讲做深蹲啊，可以自己调重量的东西哦。其实这边的话是有给到的。然后再来你可以看到它的 dumbbell 都是蛮齐全的。然后这一边的话哦，你就可以看到，其实 everything 都很齐全啦。然后它的空间的话也蛮大的。然后很特别的一个东西我有看到啦。那边还有给到一个 meditation room 和 dancing room， 其实在别的 condo 我是第一次看到罢了啦。So 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来到了它的最高楼了。So 最高楼的话呢，其实它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但是它有的一个东西是这边有沙发可以给你去坐着，这样去享受一下咯，享受他们的风景。像你来这边看啊，这边看过去啦，基本上是一个 unblocked view 了。因为现在的话哦，我们在的这个楼层啊是在50楼。在 Bukit Bintang area 可以讲是基本上不会再有任何一个 blocking 了的，基本上来这边也是享受那个风景而已。到现在的话哦，我们就在了它的这个50楼的这个 facility 上，所以其实上面的话哦，它是没有到很多的一个东西，把它有的东西是什么？它有一个坐着的 area 去给你坐着去 meditation， 然后就有一些 greeneries 的东西咯，这些是我们讲标配了的啦，在现在的 condo。所以现在的话哦，你可以看过去啦，这一边啦。因为现在我们是在50楼的关系，而且在 Bukit Jalil area 哦，它是算最高了的啦，基本上不可能还会有任何的 blocking 了的，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 view 来的。然后我这一边的话呢，还有一个比较喜欢的一个 point 哦，就是这边的 lift 是真的很多啦。你其实等 lift 的时间呢是不会很长罢了的。然后可以看到左边，然后右边哦。右边的话我不懂是去哪里啊，左边的话是去 unit 那一 side 的。OK，so 现在的话呢就到了 unit 里面了啦。所以可以看到的话，这个是1400多 square feet 的，其实哦都相当的 spacious 的。你现在也可以看它的客厅很大，然后去到它的这个主人房也是蛮大的啦。主人房，很大间。
是很舒适的。然后厕所现在呢，在我身边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一间槟当 Swiss 的屋主啦。他的名字叫做 King， 其实他本身也是自己做这 agent 的。So King， 我其实想知道一下，为什么当初你会选择在这一边买一个屋子的？当时其实比较多是看它的 location 啦。因为我本身的工作性质来讲啦，需要到处去，只是讲我大部分的收入呢都会集中在 KL City Centre 比较多。好像 Millers KLCC 这些 area，因为之前我原本是住在巴生的，所以变成有时候要去带一些 appointment 就至少来回都要1-2个小时，还没有算 traffic 那些，就很严重，就很累很浪费时间，所以就变成选择 Bukit Jalil， 就已经减半了我的行程，然后就算我要回 Klang 也不会太远所以我是选择的主要的原因是这个。So 这个的话是你买来自己住的之前是完全没有想过要投资的，对吗？对，这是买来自己住所以其实在座的各位你们要知道一个东西啦，其实自己住的元素其实到最后location 其实是相当的重要，就很像你要考虑的因素是 other than 价钱那些 of course 也重要，但是就可能我们要选的地方可能是，如果你是比较喜欢回家的人，或者是喜欢跟长辈就会比较想家啦，所以我们就可以选择可以用一个折中的方式去找一个比较中心的一个地方。像 King 这样，他自己本身的他的家也是在巴生那一区，所以他就选择了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啦。OK，so other than 这个当时候你在这一边买啦，因为这边的话其实它是没有在 Bukit Jalil 比较市中心嘛，是属于比较偏外一点嘛。那时候你买价钱大概在多少？因为我买的这个它是 penthouse 的啦 ，OK， 所以它那时候的价格大概在100万左右，SBM price 100万左右，哇，其实也是蛮高的一般都是 Bukit Jalil 的地区。对penthouse 的话是多少 square feet 我的这间是1400方尺一个 mil。100万，其实价钱也是不便宜所以如果你讲在 City Centre area 在 Bukit Bintang 在 Mont Kiara 如果你讲要找到below 1 mil， 然后要到大间，讲真的路边的拿豆工你可以去选没错，难听一点是这样讲But 这边的话我们讲 public transport accessibility 嘛。这里的话呢，其实最靠近的是 LRT，LRT Alam Sutera Station 只是讲这一区要去到 LRT 的话是需要驾车的。走路是可以，但是你不介意走的话是 OK 的，但是驾车就会方便一点点OK， 了解。So 这样子你会很 concern on 这个 public transport 吗？其实每个人可能不一样，但是我自己本身的工作性质，我不会这样去看 LRT 的东西啦，我比较看的是环境还有location，好像我刚才讲的啦，这些是我比较注意的一些点。OK， 了解。所以其实你也发现到啦，如果是买来自己住其实讲真的，10个人9个都是自己有车了的啦。难听一点这样子讲啦，But 如果你在投资方面可能你租给比较年轻一代加上是外州人，加上他是比较 not familiar with KL， 所以他们才会选择有 LRT、MRT。我们讲有这样的 public transport accessibility 在那一区啦，就会选择去住如果你讲到很像做工的话，已经有成家了或者是做工都做了整4-5年我想最少4-5年都有一笔积蓄他们肯定也想要自己买一辆车。所以其实你讲到我们讲 public transport 的话，它是有帮助，但是它不是最 main point define 那个租客会不会选择你的屋子啦。所以其实到最后还是 back to 我们讲的 location， 还有那个生活的环境如果是否自己住的话，OK。So 我这样子你在这边住你的体验的话 overall OK 吗？体验来讲啦，因为我住的地区是很靠近Pavilion 2的，所以基本上要买东西还是要做什么 entertainment 基本上驾车出去就是Pavilion 2OK， 这个是 on 它方便我要买什么东西基本上都有，然后我也不用特地要出去Bukit Jalil以外其他地方买东西，所以是很方便的一个地区来的啦。第二就是环境我还是要比较 emphasize on 这个，因为其实我很大原因选择这个，除了 location 其实是它环境，因为这一区它无论是 community还是它的绿化方面其实都会很舒服，都蛮 enjoy 的啦。只是有一点就是每个人都懂啦，就是塞车咯。塞车这一点避免不了啦，好像你要去好的 location， 就像我要进三威上面其实也很好嘛，location 也很好，环境也不错，可是你还是避免不了塞车。所以当时我也是有会 concern 我嘛，当时我在 survey 的时候我也是知道会塞车的，可是我备完其他东西过后，我觉得反而对我来说这一个的影响最小。
OK，so 知道了没有？其实塞车不是最重要的决定你那个物质啊想不想要住的一个最大的因素啊。可能你会觉得塞车是一个很大的因素，是因为其实你本身没有在 KL 住过一段时间。因为讲真的，KL 哪里都塞了，你找到不塞的地方哦，可能你找比较偏远哦。有时候偏远的地方也是塞哦，所以塞车在马来西亚呢是一个比较难改变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啊？因为其实像我刚才有讲到咯，其实马来西亚的人啊，基本上每一个子女最少都会有一辆车，这样每一个人要去做工，是不是每个人都会驾车？所以这个是比较难避免了的啦。大致上是这样。我这边就做一个很简单的 conclusion。其实我看了它周围的这些，我们讲它的 facilities 啊，然后它的那一些东西，我个人是觉得其实有蛮 impress 到我的。因为其实它这一栋 building 啊，除了它买的 penthouse 100万以上啊，其实 average 的价格大概在500多到700多千，然后是属于比较大的一个 square feet 的屋子了的。就是讲它的东西虽然买的价钱不会到很高，因为讲真的，它的是属于大方城嘛，所以它的 per square feet 相对来讲会比较 compare to 这一个周围啦。算是蛮低的，但是他给到的东西是相当的 OK 的啦。But 有一个 point 是我觉得没有到这样好的一个东西，就是它的门的话是属于比较长型的，所以如果讲啊，你有比较大型的家居要搬进去啊，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啦。所以各位不要忘记啊，其实你到最后要住进一个家，你还是要搬家具的。如果那个门太小个的话 ，of course 会有影响到，但是你在家具的选择上面就要更细心那个东西哦。其实大致上是这样子啦。这栋 building 的话 ，for 我啦，我个人觉得是相当的喜欢一下的啦。它的环境，然后它的 facilities 其实都是不错的。OK， 大致上到这边啦，谢谢各位。如果你们喜欢我的 video 的话，可以点 subscribe， 然后关注咯，小铃铛也是可以开一下啦。OK， 谢谢大家啦，请留守我的下一期。